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下2035远景目标。19届五中全会除了做了“十四五”规划之外呢，还推出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目标。到了2035年，咱们国家的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本来这个目标呢是到2050年才能实现的，现在一下往前提了15年，所以说振奋人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一下2035远景目标有哪些方面的深层次的含义。我们分2个方面来说啊，因为这2个方面呢是咱们自己的原创，别人说过的我们就不再说了啊。我们这个节目呢，就是致力于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考角度。首先我说一下哪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有助于资本和人才留在中国。第2个方面呢是有利于改善我们国家的国际环境。可能有些朋友一听觉得这2个方面也平平无奇啊，没关系，你慢慢往下分析，越分析越有意思。首先我们说一下2035年咱们国家的人均 GDP 要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一般情况来说呢，中等发达国家呀，它有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的啊，公民的幸福指数啊，还有各方面的，但是以人均 GDP 这个数据是最直接的，所以我们一般把人均 GDP 2.5万美元到4万美元之间称作是中等发达国家。咱们国家要想达到最低的2.5万美元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世界第一的经济体肯定是中国了。14亿人口乘以2.5万，那就是35万亿美元，肯定是要超过美国了。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们听到的消息是2万美元就算了，2万美元呢，我们现在是1万美元，15年之后达到2万美元，这个增长率就太低了，吃着玩着就实现了，根本就犯不着做规划。所以我认为2.5万美元是最低线，即使达到最低线，我们也是地球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。那么4万美元有没有可能达到呢？说实在话很困难啊，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因为既然以美元计价呢，就牵扯到一个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问题。一个国家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，国家实力在增强，而且国际贸易在增加，人民币呢用的越来越多，汇率会自然而然的升值的。如果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1倍的话，人均4万美元也是很可能的。到那个时候就恐怖了，14亿人乘以4万，64万亿美元。这种经济规模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美国加上欧盟加上日韩，所有发达国家加到一块儿，说不定还没有中国的经济体量大啊，就达到这么一个效果。好了，说完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能够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？之后呢，我们来详细的说这2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就是怎样把资本和人才留在中国。长久以来呢，中国有一个现象，改革开放以来，有些人富裕了，有钱了，有钱呢就想换个国籍，把钱弄到国外去。这种现象一直都有，但是呢，它是有碍于国家经济建设的。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家全家人呢，今年辛辛苦苦挣了50万，但是家里2儿子不争气，带了20万跑到隔壁老王家给人家当儿子去了，那我们家就只剩30万了。到了第2年，我们辛辛苦苦全家人挣了80万，3儿子不争气，带了30万跑到隔壁老王家给人家当儿子了。2儿子3儿子为什么往隔壁老王家跑呢？因为隔壁老王家是千万富翁啊，他们觉得在老王家可能发展的前景更好一点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第一，宣传教育其实没什么用啊。第2，加强金融和外汇管控，这也治标不治本。最好的办法是让2儿子和3儿子看到希望啊！你别看现在隔壁老王家千万富翁，但是15年之后咱们家是亿万富翁。你在自己家发展会有更好的前景。资本这个东西啊，它是不爱国的，它是逐利的，哪儿有利往哪儿跑。2儿子3儿子看到利润在中国，说不定就不再跑了啊！这是一块有助于资本留在国内。做得好的话，说不定隔壁老王家的儿子带着钱也能跑到咱们家。第2，咱们就说一说人才怎样留在中国。
中国要想在15年之内啊，人均 GDP 再翻一番多，就要再多创造100多万亿人民币的价值。这些价值怎么创造？很明显，我们不能再摊大饼了啊！再去生产袜子，再去大炼钢铁，不现实。中国人现在产的袜子呀，够全世界用。中国现在炼的钢铁，有一个笑话嘛，河北省唐山市的瞒报产量就能挤到世界前10。占全世界的60%多，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再摊大饼了。那这100多万亿从哪儿挣呢？很明显就是产业升级、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，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。但是中国的人才现状怎么样呢？这些年是有好转啊，不少海外学成的学子回国了啊，也有一些海外的专家来到中国，但是中国的人才往外跑啊，这个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。有一句话，清华大学就是发达国家的人才储备库。清华大学海外留学的90%都不回来。怎样把人才留在中国？这就需要给人才创造机会。我们打开2035的远景目标啊，会看到熠熠生辉的2个字：创新。创新放在了核心的位置，第一位啊。创新就会制造各种各样啊丰富多彩的机会出来。这些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才的。对于一个真正的人才来讲啊，他们会有所选择的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，一边是和平时代，一边是战争年代。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，你选择哪边？毫无疑问是选择战争年代。在和平年代，一个军人要想混到政团退休，那就祖坟上冒青烟了。但是在战争年代啊，很有可能能当将军。西方的发达国家，他们的科研环境啊已经比较成熟了，可以说是和平年代。但是在中国现在正在迅猛起步，烈火烹油一样，各种各样的机会就好像是战争年代。所以说真正的人才啊，他会权衡的。国家大力倡导创新啊，创造各种各样的机会，有助于人才回国或者留在国内。老一辈有一些令人敬仰的科学家啊，钱其琛呐，就像这些科学家，如果说他们留在国外不回来的话，也一样能够做出很好的业绩，也一样会受人尊敬。但是如果想百世流芳，达到现在这个高度，你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。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啊，创新也不一定把所有的人才都吸引回来，这个无所谓。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心想干事的人才。至于说其他的人才不回来，也无关紧要啊。就像咱们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啊，中芯国际啊、长江存储这些高级人才，都是从台湾地区的台积电给挖过来的。你要说他们在台湾地区啊，其实也是衣食无忧的，生活的也很好。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来？就是因为这里机会多。家国情怀有没有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在中国内地所做出的成就感啊，一定要超过台湾地区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方面啊，抛出一个远景规划，可以让资本和人才看到希望，有助于留在祖国大陆，为咱们国家的远景目标的实现吧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助于优化咱们的国际环境啊。其实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，国际环境我们要求已经很低了啊，咱们不要求别的国家跟我们好的跟亲兄弟一样，只要咱们国家之间平等相处，不互相惹事儿，这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要求能够满足吗？很明显满足不了。大国频频的找中国的麻烦，这一点不奇怪，因为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要想进一步发展，肯定是从高端产业上想办法。高端产业咱们多挣一点，发达国家就少挣一点，这是夺人饭碗就如同杀人父母，有矛盾很正常。但是有些小国也是上蹿下跳的，你觉得这搞笑不？对吧？其实呢，这点不奇怪啊。当今世界呀，小国是必须要依附于强国的。全世界你别看200个国家和地区啊，真正能够坐下来自己拿主意的满打满算不超过5个，剩下绝大多数的小国都是要依附强国的。现在呢，大多数小国依附的是美国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但是中国现在这个远景目标发布了之后，
实际上就是要告诉小国，国家关系这一块啊，你们要考虑站队了。以前呢跟我有点不对付，这都无所谓，以后咱们好好相处，正规的做个生意，不要上蹿下跳的，对吧？怎样理解这句话呢？我把2035的远景目标换个说法，大家就明白了。2035年，中国的人均 GDP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2035年，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。这两句话大家品品味道，是不是一个意思？就是一个意思嘛。我们按照最低的标准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了。如果说我们按照高标准，那是世界的不可想象的一个巨无霸了。面对这么一个经济强国，你到2035年再临时来抱佛脚，跟我搞好关系，那是不是太难看了？对吧？如果到时候你还要找我的麻烦，是不是嫌死得慢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其实中国呀，对于国际环境来说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要求是很低的，因为我们想挣钱自己就能挣，不需要对外掠夺，不像有些国家一样，把你这个国家搞乱，然后趁乱呢搜刮你一些资源。中国这就正常的发展呗。我们需要资源的话，向别国买，真金白银的向你买，或者呢给你援助，用援助来换。只需要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就可以了，对我们就是最好的一个国际环境。今天这两个方面啊，经过深入分析，觉得2035远景目标啊，现在提出是有着很深远的意义的，不管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都是这样。而且有些效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，比如说东南亚啊，这2年明显的看着消停多了，和中国的关系已经亲近了好多。有些话呀，正着一听是这个意思，但是经不住好好的分析，话里是有话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吧。2035的远景目标，另外咱们国家在做规划的时候，其实是很谨慎的，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说出一番大话的。从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吹过的牛全都实现了，这一次肯定也不会例外。感谢大家观看我今天的节目，咱们下期再见。